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并将出席未来几天召开的第7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框架内最重要的2场高级别会议上，中方将提出哪些中国方案？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各方还有哪些关注焦点？来看看报道。联合国未来峰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首先通过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宣言，从可持续发展与发展融资、国际和平与安全、科学技术创新与数字合作、青年和子孙后代、变革全球治理等5方面提出计划，以应对当前和新出现的全球挑战。 Our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time of turbulence and a period of transition.We must take the first decisive steps towards updating and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Pact for the Future, open pathways to new possi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作为第79届联大期间重要的高级别活动，未来峰会实际上酝酿已久。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大国的竞争与博弈加剧，全球性问题快速发展且变化多端，联合国固有的机制与机构难以有力应对。在当年的联大宣言中，就对联合国的作用进行了反思，并提请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建议。未来峰会因此诞生。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2天的会期里就世界未来愿景阐述各自国家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未来峰会，外界高度关注作为安理会5常之一的中国将带来怎样的中国方案。中国外交部19号发布中国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和第79届联合国大会立场文件，表示进入新时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瑞士日新苏黎世报称，中国将在联合国未来峰会上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在未来契约的草案中，一些措施能看到中方倡议的影子，因为北京始终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的不少提议获得了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所以呢，对于这一次的未来峰会，它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很多国家都会看到在发展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困境。那么安全问题同样重要，在巴以冲突近一时期有扩大的态势，以及乌克兰危机依然在延续的背景之下，如何来实现安全，来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结束地缘博弈，是很多国家所关注的重点。所以中方提出的倡议体现在成果文件当中，首先应该说是理念的问题。外界注意到与未来契约一同获得通过的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强调发展优先、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保护数字空间文化多样性，营造开放、公平、包容和非歧视数字发展环境。这些原则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理念相通。中国一贯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进全球数字治理，建设性参与了契约磋商的全过程，为契约顺利达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联合国大会的另一大高级别会议是24号至28号举行的一般性辩论，王毅届时也将出席。外界注意到，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此次访美行程丰富，将出席中方主办的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活动，以及安理会高级别会议、金砖国家外长会晤、20国集团外长会等多边活动，并同联合国秘书长、第79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外长或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外交大臣上川洋子赴美前，在东京羽田机场对记者表示，他将在联大期间与王毅在纽约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也就此作出回应。目前双方正在保持沟通，如有消息，我们将及时发布。今年联合国大会的各项会议多以未来可持续为核心议题，期待各国带来解决当前危机和实现长久和平的方案。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试图利用这一重要场合夹带私货。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尔德兹透露，菲方将在此次联合国大会上就南海议题进行发言，并至少与20个国家在大会期间开小会。罗穆尔德兹非常露骨地表示，这场小圈子会议就是为了让越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在国际性平台上向中国施压，但他没有具体透露有哪些国家参会。
外界猜测，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是座上宾。在刚结束不久的四边机制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特意邀请日印澳3国领导人到自己的家乡州相聚，重点就是炒作南海议题。近日，北部联合2024第2阶段演习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相关海域启动，中俄双方将围绕多种科目进行红蓝对抗演习，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演练。相比第1阶段演习，这次演习有何重点？与此同时，中俄海警也举行2024年联合演习，并将开展2国首次北太平洋公海联合巡逻。此次行动有何意义？来看看报道。北部联合2024第2阶段演习开幕。北部联合2024第2阶段演习开幕式21号在俄罗斯某军港码头举行。据了解，第2阶段演习将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相关海域进行。中俄双方将围绕编队联合防空、舰机协同反潜、编队对海作战等科目进行红蓝对抗演习，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演练。这几天，我们与俄方就第1阶段演习经验进行了总结交流，并对第2阶段演习中的兵力协同和实际使用武器等细节进行了全面的协商，为接下来的实兵行动打下坚实基础。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相比起第1阶段演习，第2阶段演习将会更加复杂，难度更大。快速发现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快速进行编队体系的情报交换和实际使用武器演练将会是这次演习的重点。现在你发现的是来袭的目标，也就是它这个导弹是要对你进行攻击的，或者是潜艇是要对你进行攻击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就是目标是对你构成威胁的。你首先要能够快速的发现目标啊，就敌我识别，因为你是一个编队，或者是你是一个作战的体系，包括空中的飞机、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它是一个体系。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快速的进行情报交换。此次参与演习的中方海上兵力由4艘战舰，包括导弹驱逐舰西宁舰、无锡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综合补给舰太湖舰以及3架舰载直升机等组成。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的演习视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在演习中与中国海军舰艇于日本海进行了导弹和舰炮射击演习。此次俄罗斯方面有超过15艘战舰参加演习，包括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2019年发表的《新时代中国国防白皮书》对解放军演习代号的介绍，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系列联合实兵演习是结合各战略方向的使命任务，所以北部联合2024着眼的是北部战区所面临的战略使命，与相关武装力量联合进行的军事演习。去年7月，解放军北部战区在日本海中部组织北部联合2023演习，俄罗斯军队也派出海空力量参加。曹卫东认为，虽然区域有所限定，但从军事力量或者军事能力来看，体现了双方的合作。另一方面，从演习的区域来看，基本上还在中俄2国附近的海域，表明了此次演习是为了维护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在这个区域里边进行了相关的演习，显示了你的防空反导的能力，你的反潜的能力，你的反舰的能力，你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就是告诫啊，对这个中俄有海上，就是对中俄2国呀，有这些对海上方向啊或空中方向啊心存不轨的这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啊，他就要注意了，因为人家有能力把军舰派在这块，在自己的当面像这个钢铁长城一样筑起来，实际上对震慑呀，就是挑衅者或者是对这个中俄呀有图谋不轨者啊，就是一种有力的震慑。在中俄军事力量展开联演的同时，16号至20号，中国海警眉山舰和秀山舰组成舰艇编队访问俄罗斯，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中国海警眉山舰、秀山舰与俄罗斯海警勘察加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号、勘察加号巡逻舰组成舰艇编队，21号赴太平洋公海开展联合巡逻，这也是中俄海警首次赴北太平洋联合巡逻。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谁都去得的啊。我们将来还要更好的利用北极航道啊，就是作为
自己经济发展、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21号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4国宣布联合巡航计划，各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将集中在南海及其周边水域轮流进行联合巡逻，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又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并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更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任何地区倡议都要顺应地区大势，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损害地区国家的互信与合作，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繁荣的亚太大势背道而驰，注定走不远，更走不通。曹卫东对深圳卫视分析，美日印澳4国都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插手南海问题搞所谓联合巡逻，真正目的在于把自身的军事力量安插进来，这只会破坏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他们都是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推行自己的这个就是所谓亚太战略，要威胁他国。在这里兴风作浪，一个是在这里要驻扎军事基地，第二呢就是搞军事演习，这实际上呢是把域外的军事力量向这个区域里边染指，那么威胁到这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挑动南海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不管是在仁爱礁还是鲜滨礁，菲方看到了中国的立场，中国的底线是不会改变，所以呢，菲方在进行其他的尝试。而在联合国的平台上，首先菲律宾是希望能够营造一种叙事，要把这个挑动南海出现更多冲突动荡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来推到中国身上，向中国身上泼脏水。从菲律宾的考虑来说，只要保持南海问题的热度，就有可能为下一阶段的行动来进行铺垫。外界注意到，即将亮相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还有连续第2年现场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相较去年美国舆论的大版面、大篇幅关注，今年的舆论氛围由于美国大选而冷淡许多。于是泽连斯基选择自行造势。Зараз летимо в Пенсильванію, особливий візит, потім Нью-Йорк, Вашингтон. Украї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Першим його побачить. 泽连斯基22号一抵达美国，便赴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兵工厂参观。这家名为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乌军最急需的155毫米口径炮弹。白宫安排泽连斯基参观这家位于摇摆州的老牌兵工厂，是为争取那些不支持军援乌克兰的美国选民，告诉他们军援资金其实大多流入美国军工企业，就业岗位也留在了美国。但对于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美方却不愿松口。Have you made your decision to allow Ukraine to use long-range weapons? No. 根据官方日程安排，泽连斯基26号将在华盛顿与拜登、哈里斯等人会面。白宫方面说，拜登和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冲突、乌方战略规划及美方援助等议题。此前还有消息指，泽连斯基还将当面向特朗普介绍胜利计划。舆论估计，泽连斯基此次访美之行大概率会失望而归，而他本人似乎也心知肚明。泽连斯基出发前接受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专访时，无奈表示，他的胜利计划是为了获得美方支持而设计的。如果美国总统不愿支持，他也不能强迫拜登。他还声称，计划中将包括有关乌克兰快速加入北约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表示，除非打赢战争，否则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而他领导下的北约被认为是美国战略的忠实执行者。今年以来，一个名为“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针对大陆和港澳地区频繁开展网络攻击，颠倒黑白，散布谣言。对此，国家安全机关立即行动，深入调查，确认“匿名者64”组织并非普通黑客，而是由台独势力豢养的一支网军。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并依法对3人立案侦查。
匿名者64组织的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析中心。所谓资通电军是台当局于2017年6月建立的所谓第4军种，直属于台防卫部门，主要承担电子作战、信息作战、网络作战及军线维护管理等职能。该中心专职负责对大陆实施网络认知战、舆论战。2023年6月，该中心以匿名者64组织的名义注册社交媒体账号，肆无忌惮地实施网络攻击和反宣破坏活动。该组织成立以来，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70余条动态，用所谓战果博人眼球，吸引流量。曝光的攻击目标涉及户外电子屏幕、自动售卖机、网络电视等联网设备，以及新闻媒体、航空公司、大专院校等门户网站，试图营造出大陆网络安全防护极为脆弱的假象。然而，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匿名者64组织展示的战果大量注水、夸大其词，被攻击的网站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更有甚者是该组织通过 P 图等方式制作而成。例如8月2号，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运营的网站遭匿名者64组织攻击，因该网站挂载了多家高校官方论坛的登录地址，就被匿名者64组织硬说成控制了大陆40所高校的官方论坛。目前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罗俊明、洪立奇、廖伟伦。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3人立案侦查。其实像这一个匿名者64这样的一个台湾资通电军，在埋伏在大陆跟网络平台，在进行认知作战的情况，已经由来已久，而且非常的普遍。尤其在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后，这个情况更加的恶化。这一次匿名者64既然已经被国安部门侦破，那就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成功的开始，把所有在网络平台里面的坏分子全部一网打尽。说起台独网军，就不得不提到岛内最为臭名昭著的1450。早在2019年，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曾被指控编列1450万元新台币预算，以每月4万元新台币以上薪资公开招募网军人员。自此，绿营网军正式走进台湾民众视野，1450也成为了绿营网军的代名词。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其豢养的网军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除了带风向、带节奏、散播假消息外，为民进党粉饰太平、打击岛内异己、挑动两岸对立等，都是这些网络水军最为擅长的领域。近日以恶作剧之吻我可能不会爱你风靡两岸的台湾演员林依晨，因在大陆一档综艺节目上说了一句我是成都人，就遭到岛内亲绿网军网暴。9月11号，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演艺人员介绍自己的祖籍地，表达对中华儿女身份的认同，人之常情，何错之有。亲绿网军对一些艺人的网暴再度证明台独即台独，反中则反制，岛内长期去中国化，荼毒甚巨，贻害无穷。不仅如此，曾与蔡英文合拍过视频，立场相当亲绿的台湾网红钟明轩也被1450骂惨了。原因只是他今年3月来大陆玩了几天，并通过 vlog 记录下沿途所遇。在总结自己大陆之行时，钟明轩感慨大陆其实没那么恐怖，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按理说，在岛内拥有114万粉丝的钟明轩，应该是颇受绿营宠爱的网红达人，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却成为绿营网军指控其十恶不赦的罪证。更有甚者，民进党网军用键盘杀人，已然跌破人性底线。2018年，日本关西机场因受台风重创临时关闭，台湾旅客受困，中国大陆驻当地领事馆及时伸出援手，两岸一家亲，这本是互帮互助的好事。然而，外号卡神的民进党党员杨惠如却率网军带风向，质疑台湾驻大阪办事处负责人苏启成未提供妥善协助，给后者制造了巨大压力，直至不堪忍受而自杀。更离谱的是，尽管杨惠如被控有罪，但民进党控制的司法机关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此事在岛内掀起轩然大波，也给岛内民众上了深刻一课。因为民进党是不希望台湾人民了解真实的大陆，他希望尽量的丑化、妖魔化大陆，才能够使他抗中保台的合理性提高。因为抗中保台是要维持政权、争取选票、发展权力最重要的 slogan。从台湾的网军以及潜伏在大陆的网军或者叫水军来进行两面的网暴嘛，目的就是要把这些
报道真实的中国大陆的文章或视频，让它绝迹于网络之上。民进党将网军视为撒手锏，由党内高层直接授意管理。事实上，赖清德本人在民进党内斗中就曾长期打造网军攻击受害者的形象。例如，2019年在赖清德以突袭式宣布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其参选到底的社交平台贴文发布不到1天，就涌入上万留言，指控赖清德偷袭小英、背叛民进党、没诚信。还有蔡英文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毁赖3部曲，质疑赖清德的诚信政绩。在要被口水淹没之际，赖清德公开叫板蔡英文，要蔡英文的网军停止对他的攻击。然而吊诡的是，昔日饱受网军网暴之苦的赖清德，上台第1年就被爆出宣传预算增至近15亿元新台币，增幅高达65.4%。有分析认为，一向善于操弄意识形态的民进党当局，此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笔钱势必将流入特定群体的口袋，沦为绿营豢养网军、发展侧翼、培养爪牙的私产。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经费长期过度集中在绿媒和绿油油，所谓反诈骗宣传预算全部包给偏绿网红媒体，打诈预算创新高，诈骗也创新高，实在讽刺。更可憎的是，民进党当局发展爪牙，进行洗脑式的大内宣，花的却是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台湾现在的内部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很多支持统一的人现在开始闭口不谈了，开始不敢讲话了。民进党这15亿预算还没有通过，它的效果就已经呈现了。它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国安部公号今天发布起底一个名为“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实为民进党当局豢养的一支网军。您对此如何看？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他的这些网军很多是服务于民进党党内，包括整个台独势力之中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山头，它并不是完全的一个铁板一块的这样一个黑力量。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去从事一些服务于台独的勾当之外呢，那么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网军，他也是经常用来去当做这种党内互打的去争夺权力、争夺利益的一个工具。那么这里边最为这个重要的一个案例最为标志性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此前蔡英文与赖清德争夺前一次的台湾的地区领导人的这样一个选举党内提名的过程之中，那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台湾网军、民进党的网军在党内互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因为当时赖清德直接是当着岛内媒体的面公开喊出了要蔡英文约束自己的网军，不要再对他进行追打。那么也就是说，把民进党过去豢养网军的这样一个事情去完全台面化了。那么双方已经撕破脸了，所以说蔡赖心结是由此就结下，那么一直持续到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上台之后，对蔡英文的人马也是大加清洗。那么在当时我们看到蔡英文实际上也是反唇相讥那么直接讲赖清德你所豢养的网军对我的攻击恐怕只会更多。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赖清德上任以后民进党在这些年以来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援网军的这部分的预算从过去起初的这样一个所谓的1450的这样一个范畴，那么现在已经直接来到了20多亿新台币的一个高水位。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民进党这样一个大量的通过岛内的民众的纳税人的这样一个钱那么来去豢养网军，实行自己的这样一种目的，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并且是一种体系化的一个所谓的作战的模式。那么曾经把自己去标榜为所谓的网军受害者的赖清德，现在也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支岛内这样一个更为庞杂的所谓的网军力量体系的这样一个直接的操盘手。那么现在为什么大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果断的一个动作，对于对方的这样一些行为进行一个揭批？那么实际上也是我觉得紧扣着当前岛内台独势力越来越这样一个跳跃、越来越冒进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态势台当局豢养1450的网军都有哪些网络战手法呢？又有哪些具体目标？那么一个共同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要去搞所谓的台独，就是要去搞所谓的反中，就是要去服务于民进党的这样一条一个分裂主义的一个路线。那么为了这样一个路线，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特定的在选举期间去进行一个
有这样一个针对性的、有计划性的这样一种认知作战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从包括所谓的周子瑜事件到王立强事件，那么再到所谓的把大陆发射卫星去这样一个扭曲为所谓的发射导弹去 launch a missile， 那么这样一个对于岛内民众去进行这样一种恐慌的恐吓，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在选举其中。去试图激起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反中的一种民粹的氛围一种情绪，那么就有可能让选举，特别是在双方这样一个比较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那么有一个微妙的天平会去偏向民进党，那么这是他一贯以来非常惯常的一个操作。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是在岛内进行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铺开这样一个反中的认知作战的一个系统的可以说是日常性的一个工程，去否定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有不少岛内的这样一些民众、各界人士在讲出了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正面的期待，在讲出了自己是中国人认同的情况之下，都会遭到民进党的这样一个绿营侧翼网军的网暴。那么由此我们就可见一斑那么另外一方面，第三个角度就是我们要看到。民进党这个网军，它是实际上通过它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民粹式的这样一些网暴式的行为，包括对于虚假信息的扩散包括对于这样一些特定人群的这种攻击，那么实际上它在不断的去败坏岛内的这样一种网络社情的民意，这样一种舆论的生态和整个岛内的这样一个可以说从认同到价值观的一个氛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岛内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极端的思维，可以说是就会越加大行其道。它是在刻意的要去搞乱岛内社会，那么从中试图能够去火中取栗。唐凤是台湾网军的一个关键角色，他最近接受美媒采访，大谈所谓对大陆网络战经验，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唐凤这个人，他不仅是台湾前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数字发展部门的这样一个负责人，那么他能够拿到这样一个位置，获得蔡英文的信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此前一方面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所谓的黑客的身份，同时呢，他也是长期与民进党合作，一直以来就是来从事这样一个所谓的以技术去服务于民进党台独各方面的一个路线和具体的政策的这样一个工具人的角色。那么他的这样一种在岛内的一个政治上的窜升，从此前他利用技术去服务于民进党，去搞所谓的反服贸运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么在他卸任之后，虽然蔡英文已经在岛内可以说是失去了这样一个权利，但是呢，我们看到唐凤恐怕还是不甘心失去舞台，仍然试图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领域上去发挥它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特殊的功能。那么在这里边，我觉得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再去寻找如何去配合美西方所谓的以台制华的，利用台湾所谓经验的这样一个样板的一个角色。在网络领域，在信息领域，我们看到唐凤现在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关键人的角色积极的向美西方去兜售台湾所谓的这样一个抗中前沿的这样一个身份那么也是由此获取美西方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和关联。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他是在去做一些实战化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准备，包括所谓的零信任系统的建设包括所谓的台湾的通讯韧性的这样一个打造等等，那么实际上都是琢磨于此。那么第3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唐凤正在是试图利用他的这种所谓的技术方面的专长来试图去帮助美西方在这样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博弈之中，那么来去在技术方面能够去进行有所的贡献。那么特别是包括现在非常热火的这样一些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包括所谓的深度伪造、所谓的内容农场等等这些技术，那么如何在美西方与中国大陆的政治战、网络战、认知战和舆论战中去进行应用，那么台湾在其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的这样一些人才、技术和输出和配合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个我们看也是唐凤所着力去侧重的一个方面。继大幅提升关税后，美国对中国汽车的打压再度酝酿升级。有消息称，美国商务部打算禁止美国境内智能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理由又是所谓国家安全。这一动向此前引发包括美国盟友、汽车行业团体在内的利益相关方担忧，认为这会打乱汽车系统的软硬件测试，扰乱研发生产进度。中国外交部强调，中方也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有消息称，出于对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商务部预计将于本周一提议禁止美国道路上行驶的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的软件和硬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强调，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针对中国的相关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市场原则，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据称，拟议的法规将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中国的带有关键通信或自动驾驶系统软硬件的车辆，这包括具有某些蓝牙、卫星和无线功能的车辆，以及可以在没有司机驾驶的情况下运行的高度自动驾驶车辆。据悉，相关文件已经于当地时间19号经白宫签署，进入最后阶段。消息人士称，针对软件的禁令将于2027车型年生效，针对硬件的禁令将于2029年1月或2023车型年生效。该规则将适用于美国道路上的所有车辆，但不包括农业或采矿车辆。因此，中国汽车制造商生产的新车都有可能被禁止在美国销售。美国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这些规定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因为大多数新车都有联网这项功能。美国新规将阻止中国供应商在美国建立更大的立足点，从而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时间来建立自己的联网汽车供应链。美方持续打压中国产电动汽车、智能汽车，首先向国内消费者和企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拜登政府不鼓励企业和消费者使用中国制造的相关产品。同时呢，美方这样一系列动作也向国外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多年来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随着当前产业竞争形势的变化，美方其实呢越来越倾向于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通过政治手段、行政手段来强化所谓产业竞争。但美方却对中国智能驾驶软硬件持消极态度。美国商务部最新的举动被认为是对中国汽车及软件和零部件持续限制的重大升级。今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网联汽车展开调查。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宣布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100%。实际上，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但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总量并不大。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出口美国的乘用车总量为7.48万辆，仅占总出口1.4%；新能源乘用车为1.86万辆，占比0.4%。但美方还是多次借口所谓国家安全，寻求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打压和限制。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再度拿此为国家安全风险说事。Look, I would say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are quite significant. If you think about these connected vehicles, they have thousands of sensors, thousands of chips. They know they're controlled by software, which is coming from Beijing. They know where the driver goes, what the driving patterns are. So I think it falls into the broader category of all of these connected, technologies which collect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on U.S. citizens. 雷蒙多此前还宣称，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苹果手机，可以搜集大量信息。他曾在电视节目上宣称，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北京能让他们同时熄火。这样毫无常识的说法令外界愕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反问雷蒙多，按这个逻辑，中国是不是更应该担心华盛顿能让中国用户的上亿部苹果手机把信息传输到美国，甚至同时黑屏？汽车智能化发展已经是产业趋势。美国道路上几乎所有较新的车辆都属智能网联车辆，有车载网络硬件可以接入互联网，与车内外的设备共享数据。代表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等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创新联盟曾警告说，汽车系统软硬件的研发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流程，需经过严格的前置生产测试，短期内完全替换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业界人士表示，网联汽车是一个大概念，有很多功能。如果汽车和零部件不能使用中国产品，就意味着连螺栓等小零件也无法使用中国产品。因此，大部分车辆都会受到限制。从产供链角度来说，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之一。美方出台这一提议，动机还是在于强化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对中方的打压。
美方这一提议如果付诸实施，很可能进一步毒化全球贸易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美国加州的硅谷是全球智能驾驶的测试基地之一。美国加州交通管理局每年都会公布数据。2023年有来自美国、中国、欧洲、日本的21家公司，共计车辆1603台在该州进行了道路测试。但在美国政府压力下，去年中国车企在硅谷的测试里程骤降70%，目前多家中国企业已经被迫撤出。而中国在这方面保持开放和自信。今年9月5号，特斯拉官方账号 Tesla AI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和欧洲推出 FSD， 也就是全自动驾驶系统，但有待中国监管部门批准。观察指出，这则通告显示特斯拉内部对其落地持乐观态度。美国银行预计特斯拉 FSD 为单独售卖的软件包，预计2030年前这项业务在华盈利将达到20亿美元。业界认为特斯拉正在力推 FSD 进入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抢占智能新能源汽车市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获得更多高质量接管数据，加速其自动驾驶系统迭代。此外，虽然美方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电动汽车，但美国发现中国汽车的竞争力依然不容小觑。美国汽车行业数据预测公司 AFS 就发现，美国汽车厂商甚至连特斯拉也未能开发出3万美元以下的电动汽车。比亚迪的最低价是1.2万美元，即使被征收100%的关税，也不到2.5万美元，在美国市场上仍然最便宜。目前，电动汽车中电池占成本的30%，也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让美方很困扰。数据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电池的金额，今年前6个月达到62亿美元，进口额过去3年增长了6倍。由于在美国国内建立供应链的行动进展缓慢，美国整车厂商不得不调整投资。有日资汽车企业的北美法人高管分析认为，美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阻止中国产品流入，同时在美国国内培育产业，这一行动能否奏效尚不明朗。汽车产业经过多年来的高度发展，实际上呢，在今天全球范围内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分工协作的层次。也就是说，各国的汽车厂商呢，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全球汽车行业产供链当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